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你知道吴征是谁吗？说心里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吴征是我们的人，他是市局的卧底。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你越来越像你哥了。问得好，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就像赵新成之于林佳音，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或者是联络工作。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我的羊死了，而且死了一窝。从现场证据上看，杀他的人就是你。但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你想怎么样？周旋，你因为被举报涉嫌谋害刘长勇副支队长，现在市局指派海港支队调查此案，决定对你采取拘留措施，带走。辛苦了，哥几个。小王，哎，官仔，怎么样？什么情况？心脏病、脑溢血还是中风？到底什么症状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哎，我知道了。可是现在应该我去啊。那小周他……我没想好，这太突然了。你赶紧先回来吧。怎么出什么事了1个小时以前，刘长勇在自己的办公室休克，送到医院抢救，但是
说刘长勇他？不知道为什么，市局认定周巡有重大作案嫌疑，让海港支队把他给抓了。你是说刘长勇的意外，周巡要负责任？不，市局认为刘长勇死于谋杀，周巡是最大嫌疑人。哎，行了，甭解了，这不是有规定不能解除借据吗？就这么着吧，啊。姓名：周巡，年龄35，住址：长风区罗家里6号楼901。籍贯：忘了，我爹山东人，我生在咱们青冈。家庭成员：就我和我爹2人。没事儿啊，该怎么问怎么问，你们不要有顾虑，做好你们工作就行了。哎，站住！你谁呀？请出示证件。我是这儿的顾问，没有证件。以前是这支队长，随便找个同事都能证明。关宏鹏是吧？你的顾问身份解除了，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如果你有什么私人物品要拿走的话，我们会另行通知你时间。现在支队谁负责指挥？这个局里自然会安排，与你无关。海港支队勘察现场。刘队是昨天的夜班代班领导，可能是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值班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去配楼宿舍睡觉去了，办公的人差不多有10来个人左右吧。我刚上厕所回来，周队正在往楼上去，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们也是听见他们俩吵起来，才知道周队没有走，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原因吵起来的，但确实吵得很厉害。你有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吗？就一句半句的，也没听太清楚。是什么？你他妈这是找死！大概就这一类的吧，应该都是气话。我拿着报告去找刘队审批，结果一进门就发现他倒在椅子上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往救护车里推的时候，我注意到刘队的指尖有些发青，口鼻中有刺鼻的辛辣味道，牙床和舌尖出现了很多密集的小水泡，属于非常明显的中毒症状。18点37分，总队接到了长风支队的紧急举报，说副支队长刘长勇与原支队长周巡在发生冲突后不久中毒昏迷，人已拉去抢救了。毒源锁定为他办公桌上放置的一杯花生奶茶。监控显示，刘长勇与周巡发生冲突之后，周巡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几分钟后，刘长勇离开，随后周巡独自一人又回到了刘长勇的办公室内，并且停留了1到2分钟后离开，步行走出了刑侦大楼。与此同时，刘长勇回到了办公室，几分钟后，他晕倒在自己的椅子上。你看。所以呢，可以确认周巡的作案嫌疑了吗？在毒源的杯身上，我们发现了新进的3组指纹，第1组是刘长勇的，第2组是长风支队的刑警周书彤的，还有1组就是周巡的。核实得知，刘长勇和这个周书彤是父女关系，这杯花生奶茶就是他买给他的。非此即彼，是不是只要排除了他的女儿，就可以确认是周巡？关于指纹的鉴定，市局的同事发现了新的疑点。现在我们查出，周书彤的指纹只在杯身上有，而刘长勇和周巡的指纹不仅杯身上有，杯盖上也有。那么换句话说，除非刘长勇给自己下毒，否则打开杯盖做手脚的
应该只有周迅。卖奶茶的就没有留下指纹吗？白局，我们没有采集到其他的指纹，不过这也说得过去。制售奶茶的食品加工方很有可能是戴着手套作业的。好的，我知道了。等有进展的时候随时联系。好的，关队，随时电联。叶方舟，肯定是叶方舟。你这么快就确定这事儿跟周迅没关系了？周迅这个大老粗，你要说他活活把谁打死，我信，但我绝不相信他会使用投毒这种小伎俩。更何况他是在自家的支队，到处都是监控，他又不是不知道。没错，这件事有很大的疑点，尤其是这刘长勇一上急救车，市局那边立马就接到举报，指向性异常明显。事关市分院局支队领导的生死，市局反应迅速，也在情理之中。宏宇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别的不说，他正和宏宇了解从长春调查回来的线索。当时他的表情、语态都非常的轻松自然，不像是刚投毒害过人的样子，对吧？刚才说的事儿别跟你哥说。从之前有过2次意外之后，周迅就一直在暗中追查长风支队内有没有被犯罪分子腐蚀或者渗透的情景。从现在的情形来判断，他侦破的方向是对的。如果说周迅真的是被冤枉的话，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市局已经调查出毒源是那杯花生奶茶，从监控上看，刘长勇在饮用奶茶之前，除了周迅，没有任何人进出。所以，在剩下的这些可能性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查一下奶茶什么时候被下的毒。市局不是已经查到那个杯子上面有周书彤的指纹吗？你说到点儿上了。我在支队这么多年，从不记得刘长勇是那种给自己买花生奶茶喝的人。得找机会问一下小周，那杯奶茶是不是他买给刘长勇喝的？等会儿我去医院问问。哎，如果我们能核实出那杯奶茶是在哪儿买的，你有没有把握把沿途的监控录像都调出来？不是，那你看你想看哪种监控啊？其中它交通监控和安防监控它破解办法是不一样的。你到时候吧，它不是说你行了，反正现在咱这状态也虱子多了不怕咬，我就都把它破了，你到时候看呗。先把机票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佳音，你准备飞长春吧，务必要保证乔森的安全，他可是咱们手上最有价值的证人。就目前情况看来，叶方舟这伙人已经丧心病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随时旋入凶险。那倒无所谓。如果陷入你所说的境地，交战的规则是什么？等到了正面交锋的时候，咱们绝不能手软。就算为了对付他们，你最好不要变得和他们一样丧心病狂。哎，关队，你们2个先到车里边等我。好。小周他，谁都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询问家属啊。不过没办法，市局盯得紧，老白压力也大。我这算是上车下派吧。还好你们没把他给定成嫌疑人啊。按正规处置啊，他是刘长勇的直系亲属，又是买送奶茶的人，所以嫌疑最大。不过也恰恰是如此啊，所以在最一开始就排除了他的嫌疑。一方面是他缺乏杀人动机，另一方面，他的指纹并没有出现在杯盖上。就算刨去这些吧，这孩子一直跟着你，你觉得他像是那种投毒杀害亲爹的人吗？
我怎么觉得并不重要，证据才是最关键的。他怎么跟你们说？这孩子倒挺坚强的，脑子也清楚。据他的回忆，他是在支队南侧的85度C 面包房，买了2个面包和2杯饮料。2杯饮料当中，1杯是咖啡，1杯是花生奶茶，然后就开车回到支队，把面包和奶茶交给了刘长勇，自己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就去食堂喝了半碗粥，然后就去佩楼的宿舍休息了。啊，能确定那杯花生奶茶是被投了毒吗？技术队的初步检验结果是生汞混合物，不过和刘长勇中毒是否对症，还得等验尸结果出来。这不，法医正在征询他和刘队家属的意见吗？那也就是说，这杯花生奶茶从小周拿到手一直到交给刘长勇，这之间就没易过手是吗？从周书彤送完奶茶到刘长勇中毒昏迷，这中间只有老周2次出现在刘长勇的办公室，所以这个结果对老周可不怎么有利啊。哎，那小周手里那杯咖啡呢？他说他喝完了，然后就扔在那个食堂门口的垃圾桶里边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杯子再找出来验一验？小周那杯咖啡应该是安全的，否则的话，他也早出事了。难道这个凶手就认定刘队一定会喝那杯花生奶茶？或者说，凶手确定小周不会喝那杯花生奶茶。私人联系。好嘞。好了，你们看啊，这个人他来了，进去了，买完了，出来了，没了。那这能有什么帮助？看不到他车吗？根本拍不到。面包店门口它有盲区，它停在外面了。哎，花生奶茶之类的热饮是不是都是现调现卖的？对啊。哦，你是怀疑面包店的店员投的毒？啊？哎，你看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这是手机落在里边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他回面包店手里没拿着饮料。能不能找其他角度的监控？我想看到车。峰哥，这我已经尽力了。这面包店附近的交通监控、安防监控，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没有一个能拍到那辆车的。就包括你在他车里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面包店门口，它这个监控就是有盲区，你这能怎么办呢？关队长，王队，好久不见。啊，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刘队的爱人现在里面，能否做尸检，我们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周警官那儿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授权书上还需要刘队的配偶签字。行，那你先忙。我记得和关老师办过的一个案子里，有一个被害人叫齐卫东。我在法医室的门口
见到了他的女儿。和关老师学习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知道，人在面临巨大的噩耗时，会经历否定、抵触、悲痛和接受这4个不同的阶段。那个女孩没比我小几岁，现在想想，她似乎不处于任何一个阶段。也可以说，任何阶段的状态都有一点儿。她这么多年来，盼望的就是能和父亲相聚，可结果呢，却派来一个阴阳两世的结果。而我呢，父亲每天都在身边，而我却从来没有把他当成爸爸看过。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执行任务。别去不行吗？别影响警察办案，请别跟着我，自己能搞定。我这不是都是一直想办法保护你吗？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不像您刘长勇这副官僚兮兮的嘴脸。你说你这种人能当上副支队长，简直就是我们支队的耻辱。你不是给他买了吃的和饮料吗？我想你们现在的关系肯定比原来好太多了。对啊，就这么唯一的一次，还给了别人下毒的机会。负责抢救的医生告诉我，是中毒导致器官衰竭。刚才海港支队的人也过来问我去面包店买东西前后的情况，再加上何法医现在也在等着尸检的许可文件，我还是能想明白的。现在还不能确定，何况真有人想故意投毒，总能找到机会。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偶然性。当初他俩离婚，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妈妈病重了，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叶方舟也被他开除出支队，继而和我分手。所有的这一切，我一直认为都是他造成的，而我当时以为自己能做的，就是拿自己的命换他后悔一辈子。其实，他还是挺牵挂你的。对呀，人长大一点儿，其实就都明白了，这些不过都是简单的因果。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俩就不停地争吵。他不愿意继续不幸福的婚姻，所以重新做了选择。我本来就不去探究事情的因果，只在乎自己对结果的感受。你说我是不是很幼稚、很自私？或者说是很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在我看来，也许做警察和做人一样，都有长有短。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我现在理解他，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他呢？他是我爸爸。当初齐卫东的女儿恳求我，一定要找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可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刑警，我一定要自己把凶手找出来。
拜拜。老周。赵队，他是坐着，我也没问你。这样，我来问，你们进。怎么着？铐子都不给摘，太不给面子了。行了，你这么弄我更摘不干净了。就这样。昨天晚上，你都干什么了呀？昨天晚上老刘出差回来，然后我让他帮我值个夜班，然后头6点我找他说点事儿，然后6点之后我就离开支队了，然后在门口碰见了老关，我和老关随便聊了几句，大概其就是聊了聊，希望他能继续回来当顾问的事儿。对，哎对，然后你们就来了，就把我带走了，我当时都不知道老刘出事儿了。那你和刘长勇见面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们就是说说他在长春得到的那些线索，该怎么往上汇报。你们队楼里的其他人都听到你和刘长勇有争吵，是因为工作汇报意见的不合？因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我们俩不一直就不和吗？这就不用记，该怎么记怎么记，全队上下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但是老刘是我们支队的人，我周巡的枪口向来是冲外的，绝不冲自己人。那你又回到刘长勇的屋里边，又看见他桌上放着一杯奶茶吗？当时没有，我第2次去的时候，我才看见他桌上放着一杯喝的。当时我特别困，我以为咖啡呢，我打开一闻，不是啊，奶不兮兮的，我就放那儿了又。那就是说，你承认你在和刘长勇发生争吵以后，又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单独的进入过他的办公室，对吗？我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不在办公室啊。你和他刚吵完架，你又回去找他，为什么呀？事儿没说完呗，还能为什么？然后你就离开了支队。对。你们俩先出去一下，我和老周单独聊2句。赵队啊，出去。这么多年兄弟了，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刘长勇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有关。喂，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啊？没有人。我说没人，没人，你抽调个屁呀！预审也来借人，派出所也来借人，巡查也来借人，哪他妈还有人啊？啊？你找治安队拆对拆对吧？啊，就这样了啊。喂，哎，是我，谁？哎，老高是吧？哎，我让人过去了啊，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就是一户人家把羊腿挂门口了。对，羊腿什么人腿啊？我告诉你，咱不说老百姓了。就是你们这派出所辨别能力太差。行，好，我知道了。哎，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啊。啊，好，过年好。哎，好嘞，哎。喂，我周巡，啊，不是你跟台子里说，我这没有台子呀，台子都哪儿去了？对，哦，马上到是吧？行，那我下去啊。喂，我周巡，啊，我没受着啊。行，那我下去看看。哎呦，别提了，今儿接了6起纵火案，没有1起跟纵火有关系的。啊，行啊，去，行嘞，好，派人，好，等着啊，去一会儿。周哥，刘队呢？刘队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看春晚呢？没有，刚才市局那边又发了一个通告啊，幺零中心又给来一个案子，你说说。你帮我接个电话吧啊，我有个案子来不及了，我先下去。
哎，对了，玩，快！啊！把你那台子借我使使，我这没有了啊，给我用用啊，谢谢啊！哎，稍等，回话。收到，听讲。啊，远洋洗浴中心刚接到纵火报案，你们去现场看看，看是哪个缺心眼的把二踢脚蹦到人房顶上了啊！哥几个辛苦了啊！哎。快点！去哪儿去哪儿？疼！哎，嘿，又是那小子啊！周哥，行，还没到12点啊，好样的！刷了去年记录了，今年都3进宫了。签个交接单。周哥，这是误会，他这手表就放在那儿，我以为没主呢，我就顺手。行了，误什么会啊？啊！事后你打人失主怎么回事？不是那、行了，得了。哎，哥几个辛苦啊！把他全家那个暂看吧，行吧？啊，对了，会议室有吃有喝，歇会儿暖和暖和再走啊。好，辛苦啊！哎。哎，对了，刘队，那个小王刚才找您说市局有个什么通告要给您，回头再说吧。啊，好。喂，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看见传真了，我就看见现在给不了你啊。这技术队都散出去了，就踏实等我电话吧啊！行了。哎，王，哎哥，谢谢了。哎，客气。哎，让你把这给我啊。行，我刚看刘队出去了，一会儿我给他。行。哎，要是2队在那个台子里说一个灭火案的事儿，你叫我一声。哎，行啊。哎，王，这是什么？啊，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110中心啊，转过来一个案子。然后说是曙光4号院入室暴力犯罪，秘密报案，这靠谱吗？那谁说的准啊？领导说了算呗。行吧，那回头我给关队打个电话。啊，哎，对了，一会儿你下去时跟战宽说一声，把刚抓进来那仨人分别关押，我一会儿下去问口供。行啊，放心吧。哎，走吧。哎呀，不接电话呢。确切的说，从一开始，从2月13号那天开始，所有跟这个案子存在关联的人，都和他的死有关。凶器啊，不可能是在这里面的，不用翻了。哎，你看这儿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手机之类的东西吧？是吗？还没联系上关队啊？没有。你认识他？啊？谁？不认识，不认识。回来了，周哥。对。哎，周哥。哎呦，关队，你可回来了！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鞭炮声太吵了，没听见手机响。哦，你怎么不在现场盯着呀？啊，我这勘察差不多了，我跟老刘吃口饭去。老刘呢？回队了。凶器都没找着，叫勘察的差不多了。凶器找着了？小高在楼道垃圾桶里找着的，上面有血迹和指纹。哎，对了，那个技术队在现场也发现了一块带有毛囊的头发，如果是凶手的 DNA 再加上指纹，那就是铁证。只要能找着人，这孙子想赖都赖不掉。关队，结果比对出来了。谁呀？
咱们看看。现在这么看，这辆车用的是套牌，根据车牌号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一辆09年的海马。能从视频里看清楚司机的脸吗？现在这光线和角度实在是太不理想了，看不清。现在基本上能确定，他一直在跟踪我和周树桐。哥，你有没有想过，不管是谁往奶茶里下的毒，他可能想毒死的并不一定是刘长勇。当然，他看到小周买了2杯奶茶，却选择了其中1杯投毒，应该是排除了几种可能性，譬如小周会一下喝掉2杯奶茶，或者他选择花生奶茶喝。他知道周书彤无论如何都不会喝花生奶茶。要不你就再来一个花生牛奶。不用了，我吃花生过敏，一吃就长痘痘。遗传吧？啊？那倒不是，我父母都不这样，就我这样。所以说，他了解小周的生活习惯，甚至知道他吃什么不吃什么。从动机上来看，这杯奶茶不是想毒死我，就是想毒死周巡或者刘长勇。为什么呀？因为周书彤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的同事，你去待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要买的话，每人买1份，要不就干脆不买。他只多买了1杯奶茶，恐怕是给某个领导。从隶属关系上来推测，关宏峰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他也不在意毒死其他人。你说，周书彤回去取手机，来回来去也就1分钟啊，凶手是在这个时间下的毒吗？应该是。开警车外出，不锁或忘锁是常事儿，因为开的是警车嘛，总觉得一般人轻易都不敢碰。再加上武器和步话机都随身带着，里边也实在没什么可偷的。姓叶这小子，我真是见缝插针不拉空。不是，但是现在咱们还不能确定这车里坐的人是谁呀？就这段时间，我们追的线索基本上都跟他有关。首先是王志革在押送途中被劫走，随后袭击支队，而王志革后来袭击支队用的那支枪，是我2年前和500遇袭时丢失的一支警枪。这起事件到最后，安婷因为被周巡看出马脚，想杀周巡，反遭击毙。而安婷死之前，最后见的人就是叶方舟。而且不要忘了，这个曾经化名为安藤的安婷，是洪宇被陷害那个案的所谓的目击证人。到了金山那档子事的时候，叶方舟为什么要跟着你？这个点我一直也想不明白，但是毫无疑问，他对这个事儿很上心。刘长勇之前循着线索一直追到了吉林，并且找到了金山他们那次军火交易的掮客乔森，而乔森则以手代笔写出了元凶的名字。哎，你说他设计这么多事儿，目的是什么呀？这些事儿不是他策划的，他只是个执行者。咱俩都在的情况下，我就不演戏了，你接吧。这些事儿的规模牵扯到非常复杂的情报来源、人员调配。叶方舟只是个小崽子，光凭他做不到这份上。不过那个乔森，哎，林佳音的飞机现在已经飞了。市局指派施广陵降任长风支队，他现在是管事儿的。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以前是从长风出去的。现在局面这么难看，派个老手来坐镇，也说得通。刚才是他亲自给我打的电话，关洪峰顾问的身份又恢复了。 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爱假装不美，为爱赎罪。 谁青春无悔，请勇敢一杯，逆风踏理想，一光三配，开往白天的夜，有没有终点？星光凋谢，迫在眉间，轰轰烈烈，代价不限。 人海茫茫，无风起浪，暗潮汹涌，此消彼长，春暖秋凉，别来无恙。明月当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 爱假装。